别人荒岛求生是来渡劫的，这两货像是来度假。沙滩就有众多稀有的海葡萄，抓海鱼、捕龙虾，享受上一顿龙虾海鱼盛宴。晚间再潜水西湖或黄鲷鱼，饭后零食吃上爽脆可口的棕榈树心。马来西亚周边有着众多群岛，基本上岛屿荒无人烟。这一次，猎人乔西和厨子马特来到其中一座岛屿求生，周边环绕礁石，他们不仅要证明能在这里生存，还要吃上顶级美食。带着这个任务，两人上到岛屿，除了猎人弓箭和厨子的烹煮用的锅，这一次还带了潜水工具。一上来就开始放飞自我，以为已经成功了，殊不知接下来遭受无情打击。而目前两人岛屿求生，最关键水源一定是要的，带着锅进入岛内，这里植被密集，加上众多尖刺，也是穿行艰难，很是烦人。但有个好消息，很快找到一处有水之地，猎人在这边发现鳄鱼，看来水里还是危机四伏。走来水边接了点水，品尝一下，非常的咸。看来这边是没希望，只能继续寻找。这天深入丛林更深处，也不知道走了多久。此时来到一条看似河床之地，而从地图来看，确认是一条河床。继续往上面走去，但在这种炎热且潮湿的环境下，娇贵的厨子很快就有点扛不住，开始出现头疼恶心，这是中暑的迹象。此时看到他这样，猎人开始想办法，来到附近找到这边藤条，掏出屠龙砍下来查看，从中滴出水，能先补充一点是一点，先给厨子喝一喝，自己也补充一些，在这边休息一会，感觉好多了。之后继续前行探索，走了一会，发现这边的水源也算是没白忙活，就是成色相当炸裂，肯定不能直接喝。接完水返回沙滩这边，收集来柴火，给它点燃，锅放入其中烧。期间猎人拿来雨披铺开，搭建简易庇护所。完事搞来水喝，关键问题总算解决。随着夕阳西下，这天忙碌一天也饿了，这会试图搞点晚餐，捡起地上寄居蟹当诱饵，就这么坐下来钓鱼。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没动静，只能寄希望于明天再搞。欣赏片刻海边美景。等进入晚间，猎人在外面晃荡，忽然被寄居蟹夹到。I don't know if you saw that bloody hermit crab nipped me on the foot. 滑稽一天就这样过完。等到隔天清晨，天刚亮起，猎人就带着潜水装备来到海边，脱下来衣服去搞海货。而这边厨子附近随便找找，沙滩边随处可见垃圾，感觉没什么可薅的。之后进入林中，看能否搞些野菜之类的。这边猎人潜入海中，但海水能见度相当低，看不到龙虾、海鱼之类的，和预想中不太一样，无奈只能返回岸上。另一边厨子林中也没发现什么，走来沙滩，发现椰子，给它捡起来。没吃的，至少有椰汁补充，在这里找一找，还是有好几个。带着椰子回到营地，而此时猎人已然在了，看着愁眉苦脸就知道了。厨子才意识到和想象中的天堂不太一样。正当两人陷入茫然，厨子意外发现附近的寄居蟹，这小眼神看的猎人一下就会意了，拿着矿开始捡。而这边沙地到处都是，没一会就搞了一堆。厨子拿来海边清洗清洗，这边猎人搞了个尖锐之干，用以弄椰子用，轻松掰开椰子皮，把椰汁倒入杯子中，开心一阵嘤嘤嘤。接下来拿个贝壳挖出里头椰肉，再用手挤一挤，等搞好椰汁回来，刚好进入烹饪时间，把椰肉和椰汁倒入其中，再放入众多寄居蟹，盖上锅盖，静静等待一会。开锅一看，这菜品看起来不错，厨子满心欢喜，而猎人早已吃起来。一个下去，突然脸色一变，猎人直接吐出来，不信邪的厨子也来上一口，最后只能被调侃厨艺失败。 It had to happen one day, bro. One day you had to, you got to cook a bad meal once in your life. This is it. 等到第3天，没有来时的意气风发，已然2天没吃东西，饿得发慌。站在沙滩查看，突然发现对面有岛屿，猎人感觉那边资源会多点，很有必要过去，这就需要法子，至少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。之后两人开始收集竹子，附近到处都是，没一会就收集很多根，还有塑料袋、瓶子、网等等，能用上的都收集起来，材料足够多了，开始组装筏子。两人都忙活起来，就这样历经足足4个小时的时间，甚至于厨子老腰都差点报废。筏子终于是差不多，把它再检查检查，固定牢固了。筏子制作完成，随着夕阳西下，只能改天再出发。等到第3天清晨起来，搞点椰肉糊糊口，之后起身来到筏子边，两人把筏子推到海中，就这么坐上去，感觉有点探索神秘未知的期待感，精神一下上来，开心的出海。就这么滑行了半个小时，有过去对面海岛的期待，两人也没那么累，继续前行一会，终于来到这边。一上来，厨子发现岛屿很小，淡水没剩下多少，肯定待不了多久。然而猎人才没管那么多，兴奋跑到树木附近，砍下来一节枝干，绑上弹力橡胶，另外一头给它绑个箭矢上去。很快一把鱼叉就制作完成，接着走入海中，开启捕鱼之旅。一潜入海中，这里无比清澈，珊瑚中资源可谓丰富，几次插出去都有鱼货，给它用绳子串起来。另一边厨子海边行走，
发现浅滩的海葡萄，食物这不就有了？先品尝一下，在口中有种爆浆的爽感。这种在餐厅很贵，但在这里可是无限量免费供应。此时猎人抓得不亦乐乎，幸运在珊瑚下发现龙虾，几次换气都没给他拿下。不过好在龙虾没跑，继续潜入水中，等来到珊瑚边，用手去掏，这一次总算给他抓出来。等浮出水面，这天可谓收获颇丰，朝着岸上游去。之后往厨子那边走，厨子亲自迎接，看着手里的东西，龙虾还是带卵的，开心之余开始处理海鲜，鱼肉切成一块块，龙虾也给它切成几块，等处理好放在一旁。随着这天夕阳西下，锅放入篝火中，先放入海藻，再把鱼肉放进去，最后放入带卵的龙虾，食材放得满满的，盖上锅盖，等上5分钟后，再把锅盖拿起来，不仅食物好看，而且香味扑鼻。Smell that. Beautiful. 厨子拿到2人面前，就这么开始吃起来。先搞点海藻开开胃，再吃起鱼肉，这一口下去可不得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完事不忘舔舔手指，吃了鱼肉，再搞点带卵的龙虾，这趟吃的简直堪比5星级，吃的厨子一阵嘤嘤嘤。I really feel for you. 就这么过完这天。等到隔天清晨，2人搭成筏子准备回去，而这边猎人还想搞点海货回去，就这么潜入海中。而待在筏子的厨子闲来无事，拿出鱼线钓钓鱼。等了一会，突然意识到猎人有段时间没看到了，拿着绳子检查，发现原本绑在礁石的绳子脱落，自己都不知道飘到哪里。这下真的有点慌，也看不到猎人的脸，开始出海，全然不知所措，眼泪都快掉下来，不停哭。经过一段时间等待，好在查看周边，这回猎人就在远处海面，赶忙挥手呐喊。等猎人游到筏子这边，2人相互调侃一番，心里头很关心，就是嘴硬。一段小插曲过后，没抓到什么海货，就这样朝着原先岛屿而去。等上到岸上，2人坐在沙滩上，闲来无事拿来椰子，开始再次调侃起来。I don't want to eat this one. Still got a face. Does that cheer you up? That was your Josh is drifting away face. 休息了一会，厨子进入林中，来到水洼这边装些水回去，起身往营地走去。期间在这边发现好东西，这个名叫泥帮棕榈的植被，看起来非常高，但只有距离顶部1米位置能食用，号称白芦笋。这种在外面非常昂贵，表面都是尖刺。厨子掏出小刀给它搞下来，取来顶部位置的部分，掰开露出里头树心，拿来一块吃起来，很是美味，像是一种非常柔软的夏威夷果。吃完其余带回去，等和猎人会合。这时候拿来一点给猎人，如果能搭配些鱼，那更好吃。这时候猎人提议今晚捕鱼，刚好这晚满月，鱼会随着涨潮入一些坑中。就这么，2人等到晚上，拿着袋子在礁石下一阵翻找，很快收获小螃蟹。但对于吃过美味的2人来说，根本看不上。接下来发现一条黄鲷鱼，猎人直接拿起石头砸下去。等平静下来，黄鲷鱼被压下面，露出尾部毒刺，小心给它弄进去袋子中。这下晚餐算有了，估摸着有3公斤。等到隔天清晨，厨子进入林中探索，寻找些配菜。林中很多咖喱叶，能添加果香和柑橘的香气，正好搭配黄鲷鱼。收集一些，等回到营地，开启今天烹饪。这边猎人搞点椰汁和椰肉，等厨子拿来椰子椰肉搞里头，等椰汁煮沸，放入切成块的黄鲷鱼，再切点棕榈心。这边猎人闲来无事，搞了勺子准备着。等了一会，奶白奶白的黄鲷鱼菜品制作完成，把锅拿出来，2人就这么吃起来。搞上高蛋白质鱼肉，无比美味的同时，蛋白质怕是牛肉几10倍，一阵狼吞虎咽。再喝上浓浓的汤汁，这一趟感觉非常值得。成功享受美味大餐，吃饱喝足。等了一会，这天船只到来，2人也结束这趟求生之旅。本次挑战成功。